它刘海区域这里呢是有自然一个发旋，张力会比较大，然后发质呢是属于比较粗硬偏沙发的一个发量，整个的发量非常多。看一下它周边的发际线，那整个周边这里的张力都是比较蓬松的，后区的发际线这里也是一样，没有旋，但是呢会比较松。整个头骨这里呢比较平，整个发量是非常多的，显得后头围这里的头骨也会很宽，偏平和扁的一种宽。这一侧也一样，发际线也是比较正常。整个头发的表面其实会很毛躁，因为它头发是有点沙发，头发很粗硬。分区都是一样，耳上点2指位，控制上面的量比下面要多。通常我们分配的比例是3:2，发量比较多。如果我用剪刀去剪这个下区呢，会得到一个结果，就是会比较整齐，然后呢很粗糙。所以我在下区这里呢，我用削刀去做一个接近均等层次的结果。那首先我要把这里作为去除来去拉到这个角度。我想写这个头型瘦长，因为上面头骨很宽，那我底下如果剪得很短，那么就会承载一个下面很窄上面很宽的形体，我就不要这种结果。所以下区呢，我不想要用剪刀剪出来很整齐，在留4到5公分这个长度，我们用削刀去做。我的底线可以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做改变，快速的去得到一个结果。拉起来，看到长度，逐渐这样往下走，它也会得到一个很匀的一个层次啊，微微斜的，在我们的转角线以内去剪的时候，拉到水平，慢慢往下降。这个在做客人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方便和高效。到了转角线以外，我们就变成3角这个分配了。一样是很柔和、很舒服的一个底线。它可以一步得到我们剪刀剪完再去修饰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里就很好了。那外侧这里呢，我们既可以这样斜的分配去拉，也可以把外线定住，其实都可以。延长这里就好了。先把外线定住，比较安全，然后再去提拉起来，不动到外线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得到的这个底线是一个比较柔和碎的。最后呢，我不需要这个碎的底线，层次是这个均匀的层次，但我不需要这个柔和的这个碎的底线。它的整个发质是粗糙的，我希望精致厚实的那种东西，比较有这个质感。沙发毛躁的头发剪得越碎，除非是一个原生发，如果不是的话，剪得越碎，其实糙的程度会越高。那这个就是头发看起来健不健康的原因。这一侧一样。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只需要根据这个长度逐渐往下走就可以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顺着来。也可以我就不动这里的长度，我们就出现一个比较短发很短的一个这个中高层次的一个感觉，接近狼尾短的这种层次高的短发。要看我们想要什么外线啊。在用这个工具的时候注意一点是，以削短为主的我们的切口就要干净，发片要带得干净。以削薄为主的其实就不是。外侧头发我们先定长度，这个我觉得剪任何短发底线的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快速高效。然后把底线长度一定，我觉得这个后区就很好了。这一层我们想表现质感比较好，我们可以继续用削刀去削，
削完之后，那么得到的结果肯定是比较重的，然后我们再去了用剪刀去把这个层次剪匀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里我们先可以带起来，根据底下最长的这个长度我们来剪，那这样是一个连接的层次，根据这个底下最长的顺着这里来，按随头缘去剪。那这个时候得到的结果，这里和我们这里又是不连接了。我要考虑是，这里要的是这个弧度，并不是追求这个连接。那这里现在我们划完之后，它是比较重的，重了之后再去把上面层次剪匀，看起来质感就比较好。U 字区以上头发保留住，顺着这里来。在拉的时候呢，上面这里我们不需要去过高的角度，低于我们这个水平，按照我们减45的堆积慢慢往下降，往下过渡出来就会很自然。那我们只要在检查的时候需要用剪刀把特别碎的去过一下就可以了，那我们的质感会更好。这样很快速的就达到一个弧度，上面这里都一样。对于头发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操作方法，可以减少我们很多修饰的时间。因为剪刀剪完之后，就像我们上一个头发那个高层次的一个中高层次的 bob 一样，头发太直又厚，剪完之后要去大量的这个修饰。在侧面去看，头会显得特别瘦长。这一侧和另外一侧一样，根据最长的斜拉的角度接近45度，这个切口是一个去除的切口，所以拉起来之后呢，这里也是比较轻的一个重量，顺着这里来。越到后面这里会越容易变成不连接了，跟我们的长度接轨就可以了。根据这底下长度往上去延伸，只要带的方向是对的，那我们剪完之后它一定是往后走。一个头发表现一般在一个短发上面，到底是后须最重要还是前须最重要？后须如果不是我们最吸引人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只要把后须快速地操作就可以了。都是向前去靠，左右交叉，我们把中间最长的地方削掉，这样后续呢就很快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OK， 我们后面已经完成了。那后面是因为发量特别多，我们快速的削掉一个底下去除，上面随头型的一个堆积层次。那我们再去把前面剪一个均等去除，然后一同去连接到后须，把后须的重量去掉。所以前半头呢，我们是剪一个随头型的一个去除层次。因为它发质的原因，前面的头发我们要用剪刀去剪完之后，我们的质感会好，我们的匀度也会高，所以它的头发的张力其实是很大。所以在前半头的时候，我们在裁剪的时候，我们顺着这里边缘的地方开始，我们可以纵向去提拉，也可以横向提拉，只要你剪完的长度和匀度比较自然就可以了。那以它现在这个刘海的长度来去剪，落下来，只要最后我能剪完之后，我们的刘海可以变得很动感就 OK 了。我觉得这个长度差不多，那只是顺着这个长度，如果是剪均匀层次，那这里肯定会很长，那同等这个长度到这里会落在这个位置，那和后面就会形成一个呼应，这里是可以去这样操作的。那因为我考虑到后面是用削刀削的，
我先剪完均等层次之后，我把轮廓线再去变化一下，那我们可以把均等层次本有的一个形态发生一点变化。所以在这里我先把它这个边缘的地方随头型去剪。那收的 O 不 OK， 匀不匀是看我们的手根据这个头型走的这个勤不勤快，一直拿到我们这个侧面这里垂直为好。所以这一看它一定是一个圆的这样的向前一个弧度在这里。发际线是什么样子，剪完之后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样剪完之后它也很好看啊，有点这种短的这个高层次的感觉。只是最后的外轮廓我不是，就包括我后区也一样，我虽然是用削刀削的剪的一个堆积层次，但最后不是要那个堆积的结果。这里我在剪的时候随头型，考虑到用剪刀剪的，其实我延长了，最后比我要的结果要延长1公分左右，因为我点剪柔和之后会把这个长度拿掉，还有做牙剪的时候也会去掉一点长度。那不做牙剪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全部都是用点剪来去慢慢去做它的细腻度，顺着这里来，这样出来都是比较柔和的。可以在这个层次之上去划，去做一些柔和的边角，那些都是很生活的头发，一直顺着这里来，这样就会快速的得到一个结果。技术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壁垒，你练习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是精致度，我们操作服务顾客的时候实用性和我们这个运用如何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才是比较重要的。但我还是比较喜欢能用层次表现柔和度的，那么就不用修饰。那毕竟这个消费者他们在看头发不是看什么技术，而是日常中它的还原度和打理起来有多方便。这里都是随头圆。正常如果没有刘海的客人，我们剪完的长度可以设定在鼻中、眉毛，甚至是我们的鼻尖，其实都可以剪的不同长度，方法都可以用一样的，一直顺着这里。那这个时候耳点这里会比较高，剪完之后那这一层头发可能会短一点点，我觉得是正常的。一起把后面这个削刀削的重心就全部剪掉，那这个时候我们侧面就得了一个碎发的结果，就是一个碎发。那这个发际线就是它本身这个轮廓出来的感觉，其实完全就可以剪成这样，我们让客人出门了。只是要不要最后的外轮廓是碎的这种形式表现而已，这里都一样。跟着头位来去走。那我们要看落下来的切口是不是柔和的。一直走到后头部。那也可以有人站在这边，你把头发向前去拿。越是把头发向前去带，它出来的这个柔和度会越高，然后呢，向后的作用力会越强。越是往后带，层次幅度的切口会越大，往后走的流向都会弱啊。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这里通过划剪划一个小蹲角出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说服。这里我们人站在这个角度上，把头顶的长度作为一个其他方向的起点，顺着这里剪，一直顺着这里，刚好把后面它的碎的重量就去掉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侧面其实就已经是一幅非常很自然。这个外线它有很多种变化，可以切成一个 bob， 你也可以把边角收短，保留后面，它就是一个短款的狼尾。
也可以把里面这里剃掉，是一个很中性的一个短发，保留外面这个头发，这个感觉也很好。也可以把前面剪一个硬轮廓，形成静和动的一个对比，都可以。我只是想表现这种层次的实用性，以及在现场实战当中，我们运用率其实可以覆盖到很多头发，不一定要意味着我们要在旁边一定要做去除啊，外面做堆积。技术的魅力来自于我们怎么去创造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前往后一直去检查，把这里都是剪弧度啊，顶部这里的层次，黄金点以前的以上的全都是去除层次了，随头型的一个去除。对，切口全部都是比较平整的啊，但是落下来绝对是很柔的。或者说我们可以在侧面去看，没有丢失这里的弧度。如果说我们底下这里用剪刀剪，那也一样，头的弧度是这样的，那么剪完的切口也是这样。这里最饱满的地方，它剪完之后它也是有堆积的，到上面头型的弧度是有去除这个坡面，那么剪完切口也是一样。这一侧我们和另外一边一样，只是这一侧要考虑到，因为这是反手位，所以你的手的弧度要跟的要够勤快。同样我们是从旁边这里开始，斜的往后划分一下，从我们在刘海这里以另外一边剪完的长度为引导，随头型去走，跟着这里走。在带发片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很轻，所以我都是用宽尺寸。这里不需要我们剪的之后拉的发片特别直啊，因为柔和和自然的头发，我们只要把发根梳透带起来，以均匀度剪完之后长度一样就可以了。在剪完之后自然会落在这个位置，非常自然的一个柔和的边际线，顺着这里来。在每一片剪的时候，手位要移动的勤快。而去除层次呢，它一定是建立在发量足够，这些发际线量感都很 OK 的情况下。如果说退化点这里的发量很少，然后前额的头发跟我们后面头发分配比例这个差异比较大的，我觉得去除层次在这个边缘我们就要慎重去选用了。逐渐手跟着头走，其实这里就涵盖了一些剪摇摆圆的一些方法，所以为什么设计师要多去练这个圆形层次？第一，会考验我们的手位；第二，会看我们的切口的细腻度。继续，那也可以剪到这一片的时候，我们直接可以这样去分配去剪了。在前半头呢，我们提拉的方向一样，出来的匀度和结果都会比较好。顺着这里，一直走。我们可以去让我们的头的位置发生变化，但也要让我们的提拉的角度是对的。往往在这些越是短的去除层次上面，稍微有点偏差，我们的肉眼就会一下看出来，所以尽可能的把这里呢剪得精致。所以我带头发都会带得很轻很松，这样我们的切口呢也会比较自然。当你如果是在公仔头上面去练习的时候，那我们该把头发拉得很整齐的，一片一片的张力做到。
细节就要跟表现。练的时候考验我们的耐心和控制力。好了，这一层学习比较简单了。我人可以站在这边，我们顺着这个头型来剪，这样我们下刀也好，还是切口也好，就很顺畅。一直跟着头走。头型的坡度是什么样？撇完之后还是什么样？这样这一个侧面基本上全部好了。那接下来就是头顶这里过渡了。一直把我们后顶的重量去掉，去除掉我们后头顶的重量。黄金点以上的都是全头前半头连接的。这样整个侧面就好了，非常动感的一个层次。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前面的均等层次一剪完之后，和后面我们做了去除层次，它的头骨其实弧度不错，已经很服帖自然。但是我们考量它的，基于我的判断，它吹干之后头发一定还会蓬，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选择对于它发量特别多的这个后区以及这个两侧这个位置，我会给它做一些去量。那这个去量呢，直接在根部去，我会选择 15% 的压剪。在它分区的时候呢，很简单，它已经是去除层次，我要得到的结果其实要求很简单，只要在这个头骨偏宽的位置，我们去掉它的量就可以了。所以在我们后区这里，从中间这里开始，从后区这里，从中间这里开始，整个转角区以下我都分出来。我们根据本有的结构，但是我在里面去量的时候，我会选择这样三角去分配。这里都是削刀削的，它会比较自然，所以发尾我不会去动它，我直接在根部去掉两下，以去除量为主，逐渐往上。所以发量特别多。转角这里也一样，我每次取发片的时候呢，以拿住我手能夹住的这个厚度为主。去根部为主，这是为了收紧它的头型。这里都一样。都是以去根。那么到了两侧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点是，我不打这个头发靠边际线这一块，我只在这个根部这里去打。发际线这块我不打。那么在耳朵后面这里，我还要多打一片，边缘的地方保留住了，我还在耳朵后面这里多打一片，为了收窄这里。同时呢，这个根部这里呢还要做匀，这样我才会把去量做到。为什么我不去打这个区域？我想在干发之后呢，我要发生一些变化。客人第一次剪完这个，他很喜欢这个，那下次怎么去变？那我想在这款头发上多给大家带来一些变化。这一侧我们选择和另外一边一样的方式，斜的向前分配，去根为主。
它的量特别多，所以不用担心我们会去掉特别多。到了转角这里也一样。这个时候呢，就考验一个设计师，你对头发多和少的判断，是不是吹干之后就是你要的这接近的结果。往往我们在考量对头发的一个判断量感的分配多和少，没有很好的做一个分析。湿发的时候会出现假象，总感觉它已经很薄了，可是吹干之后呢，会发现它特别的厚，又会占用我们大量的裁剪时间。那在它的发质上，我觉得可以薄，因为第一头发特别厚实，第二呢量足够的多。边缘线我不用去动它，靠近边缘线不用动它，一直打到我们的边角这个区域，尽可能不要重叠打到。再打一片，靠近脸基线的旁边不去做。上区我们选择 10% 的牙剪来去柔和发梢，U 字区以上都是用剪刀剪的比较平整的这个切口，所以 10% 呢它不会出现痕迹，快速的。刘海边缘我们不去打，在转角以下我们全都是 10% 的。柔和一下发梢，以至于切口落下的时候不会那么生硬。这里都是一样 10%。剪刀所剪好的区域都是 10%。剪到我们的发梢柔和就可以。这时候可能大家会认为可能会太薄了，但我们吹干看就知道，它的发质绝对不会显得薄，只会觉得还是很厚实，只是现在周边的地方看起来会比较自然，因为周边的发量它没有前侧多，也没有后顶那么密集。对一个发质的判断，运用什么样的去量，这个是关键，并不是说总是把我们的目光纠结于牙剪剪完之后会毛，削刀削完之后会咔嚓。也是一个收费，如果是超过500块的设计师，我相信应该这些工具你用的频率不高，因为你收费到达一定标准的时候，你追求的是精致度、质感以及整体的一个视觉，那该用什么样的工具达到好的效果，这才最重要。那这样讲完之后，我觉得都非常自然了。刘海的区域呢，稍微过一下，发梢稍微过一下就好了。这是一个短款的均等层次。OK， 我们在吹干之后去看到，其实它的发量还是会很多，两边还是很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湿发的时候把这个转角线以上的头发保留起来，然后呢只做一下发梢，而里面这里打根部。在后面这个层次之上已经不用怎么去动了，显得后面头型很瘦长，底线也会很自然。我要把它旁边的量去掉，第一是去掉，第二呢我要在这里剪一个，只要能挂住耳朵，我们要把边角的方向发生一些变化。这里我用徒手剪把这里的量先去掉，去掉这个区域的量，让它压制在里面。而且这个模特他的脸型呢打开一点会好看。前面的刘海已经够长，那我不去动前面的刘海长度，是因为它刘海的张力会比较大，而我呢去动掉它这个侧面这里的量。对于头发特别多的，我们可以选择在干发的时候划掉这里量，而不是靠结构去把这里的量去掉。那同时这个边角的方向我也不需要它是这么长，
我们在剪的时候，剪到它的耳孔这个位置，让风格发生一些变化。耳朵上方我们可以去掉点点的，这样在侧面看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对比，后面是柔的，那前面这里呢稍微硬一点点。汗毛的这种边角我把它剪掉。在往期我们也分享过这样的作品，就它应该视觉会不一样，这样你得到是一个错开的一种感觉。但是我们在裁剪的时候不需要把这个边角剪得过宽，这里上面我们就划掉它。当然如果你做客人，你觉得这样客人接受力不是这样子，你可以不需要这样剪，这只是一种方式啊。柔的这种比较干净，直到上面再放下来的时候，我们把这里的亮再一去，在侧面看起来的时候就会不一样。外线它硬朗之后会转变我们的风格。我为什么这样去剪？因为在我们正面去看过来的时候，在这个角度看过来的时候，前面这里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可后面做一点微翘，这里会出现一个视觉。如果是柔柔的，我耳朵后面一夹，它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然后刘海的话，我把后把做完，以及把这个旁边亮收起来，它会有两个层次不一样的一个感觉。这边一样，一定是去内侧这里。头发特别多和蓬的，在湿发如果说这个时候你用去除层次去剪，容易把这里剪炸起来。那么在吹干这个时候用徒手剪，我们可以剪去一些很少的量，就问题不大。旁边划干净，这里的量要划掉，同样我们把耳背这里剪掉一点，然后这里呢剪到耳孔的位置，不要特别齐，一直做点剪，把它点揉它。这里得到的边角的结果，只要看起来它有一个钝的痕迹，并不是要很立体的结果。再把耳朵上面这里划掉。都会解均匀层次，如何去变化它？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去想了。主结构不变，包括这些发梢都顺带一下。这样我们在抓乱的时候呢，不要看起来这里很规矩的一个边角就可以了。剪完之后，我们把上面的亮，这里都是比较齐的。只要不是出现断痕就可以了。刘海这里我可以去让我们的头发剪完之后不要这么闷，同时呢，在我们侧面看到前面跟后面它形成一个对比，可以干净的利落。所以主要把这个两侧的这里的亮去掉，这里露下的边角要把它划干净。这里的碎发我也不要它。那这样我在这个侧面得到的结果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那个外线，上面头发放下的时候，这里就会不会粘在一起。我只要把这里点揉，那我们这个侧面就很自然。这一侧也一样，顺着这边这个短的直接剪掉。这里不能给我们带来
这个柔和度和流向，就不需要它了。包括这里我们都可以这样把它剪掉，本身这里的张力比较大，剪完之后我们要轮廓的形体好就可以了。这样一剪完之后，两边这里其实就会独立起来了，就像这个面就很自然。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修这里的亮，我就可以了，看它落点去表现就可以了。同样从一个生活的很简单的单一层次，我们来发生变化。所有的刘海我只要去划柔就可以了。它不管是往哪边分，还是就往前面，其实都可以。不剪边角和我们的这个内侧的轮廓，它是柔柔的那种味道。剪了之后呢，它的轮廓变得生硬有立体了，那头发的风格就发生变化。取决于你想表现什么样的风格，再去做这样的步骤。那也可以完全湿发，把发梢做柔了之后完全吹干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做干发这个步骤。但是顾客就这样，你不去给他变，他一定会找别人变，更何况是经常剪短的客人。这里都 OK。去掉这里的亮，把后续所有的这里点揉就好了，检查一下，整个头发就结束了。把底线画薄一点点，不要那么闷实就可以了。因为他头发很硬，我也不会把底线剪得特别短。剪特别短的时候呢，整个头发的比例就看起来会缩起来。这是我觉得跟技术没有关系，所有的在最后干发的时候是看怎么约束整个头型的比例，创造轮廓和周边的一些对比，以及表现头发的质感是不一样的。越挑一点。